罗非鱼在日本畅销，在我国却被嫌弃。为什么爱它的人说它营养价值高，恨它的人说它是垃圾鱼呢？其实这一切都要从罗非鱼的前世今生说起。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罗非鱼并非我国本土鱼，而是一种外来物种。它最初起源于非洲，又因为长得有点像我们国家的鲫鱼，所以它也有一个别名叫非洲鲫鱼。不过大家可别误会，罗非鱼和咱们的鲫鱼虽然长得像，但它们可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它们俩连科属都不一样。罗非鱼属于鲷科，鲫鱼则属于鲤科。除此之外，这两种鱼的生存环境也很不一样。鲫鱼一般生活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而罗非鱼一般只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也是咱们北方钓友不常见罗非鱼的主要原因。和鲫鱼一样，罗非鱼也是杂食动物，但它的生命力比鲫鱼可强多了，甚至被称为在我国影响力巨大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山不救我，我去救山。聪明的罗非鱼深谙生存之道，对环境的适应力极强。冬天水温低，难以生存，那冬天来临时就去温暖的海域附近生活。池塘里有化工污染，垃圾遍布，没事儿，有吃的就行，不挑食。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非鱼入侵的新闻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2018年6月中旬，广州一地罗非鱼泛滥成灾，居民随手一抓就能捞上数斤重的罗非鱼。2022年7月6日，据福州当地群众反映，城内一条河快成了罗非鱼的家，因为罗非鱼数量太多，将河水都染成了黑色，足见罗非鱼的繁殖能力之强。即使是大大小小的臭水坑，水里也总是少不了罗非鱼的身影。那么，大家认为生活在脏水里的罗非鱼还能吃吗？当然不能吃，甚至这些鱼体内还会留存大量的污染物，滋生各种病菌。所以这些四处可见的罗非鱼曾一度被南方的朋友们称之为垃圾鱼。南方钓友们更是一见到这种鱼就十分恶心，毕竟对食物来者不拒且生命力旺盛的罗非鱼会挤占其他鱼类的生存空间。一个池塘里一旦出现罗非鱼的身影，就几乎意味着其他鱼类的灭绝。但罗非鱼却并非真的像垃圾一样毫无价值。在正常水质里生活的罗非鱼的肉质嫩滑鲜美，鱼肉不仅香味十足，更是富含了高蛋白，吃起来口感又和海鱼差不多。再加上鱼刺也少，更没有那些容易卡喉咙的鱼刺。不少消费者都被罗非鱼的美味所征服。比起其他价格更昂贵的海鱼来说，罗非鱼的实用性价比简直太高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台湾省开始陆续引进罗非鱼进行养殖。50年代，我国内地从泰国和越南引进了罗非鱼。此后，经过几十年的引进、培育和养殖，目前在我国，罗非鱼已经有了近10种杂交后代。为什么很多人嫌弃罗非鱼？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养殖户去人工养殖罗非鱼。它已经成为了中国4大本土鱼以外的第5大养殖鱼类。原因无他，好养又赚钱。早在10几年前，罗非鱼就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大力推荐养殖的优良鱼种之一。养殖罗非鱼不仅能让贫穷的渔民们吃得上肉，还成了渔民们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在全世界的大力推广下，罗非鱼身价倍增，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些优质海洋鱼的替代品。在日本，肉质鲜嫩的罗非鱼通常被做成生鱼片食用。在一些欧洲国家，罗非鱼竟然还是一种口碑很不错的高档海鱼替代品。在美国官方政府发布的国民健康饮食指南中，罗非鱼因其价格低廉、营养价值高，甚至和鳕鱼、三文鱼一起被列为了最适合儿童和孕妇食用的鱼类。对我国来说，养殖罗非鱼不仅能个人走向致富路，还能帮助集体脱贫致富。10几年来，在我国政府的帮助下，广东、福建、海南甚至新疆都有政府出资帮扶贫困户开发罗非鱼扶贫养殖项目，因此我国罗非鱼的产量急速增长。早在2017年，我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罗非鱼最大的出口国。我国的罗非鱼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左右，而且近年来我国罗非鱼产量还一直以9%左右的增速快速增加着。
近年来，中国的罗非鱼养殖产量走势平稳，并保持恢复性增长趋势。这表明中国的罗非鱼养殖业正在稳步发展，并逐渐成为全球罗非鱼养殖的重要力量。说到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野外遇到的罗非鱼，无论它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即使大家钓到了，也尽量不要食用。它们吃起来不仅口感不好，容易让我们生病。这些鱼身体内的寄生虫也很多，日常做饭很难完全杀死里面的寄生虫。大家平时如果想吃的话，最好还是前往正规养殖场或菜市场购买人工养殖的罗非鱼，这样做既方便又安全。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